现在所来到看到的这个地方是圣彼得堡的圣彼得教堂，这个是彼得保罗要塞。彼得保罗要塞内的建筑都环绕着彼得保罗大教堂，就是现在这一个1712年建成，它有高123.2米的中塔，从彼得一世到亚历三大三世哈，这里都是所有俄国沙皇都葬在了彼得保罗大教堂，只有彼得二世例外哦。当时呢罗诺曼夫圣人尼古拉二世跟他的家人随行人员，在被杀的80年后之际呢，安葬在侧面的圣凯瑟琳小堂哦。那所以这个所在就是非常有名的圣彼得教堂哦，很多你看呢之前的俄国皇帝都葬在这个地方哦。彼得大帝创建于1703年哦，当时也是请非常著名的设计家来设计的哈，设计的时间呢，建成的时间呢，长达了30年哦。这座堡垒由彼得大帝创建于1703年哦，位于涅瓦河北岸的兔子岛，涅瓦河三角洲最上游的其中一个。当东西大北方战争期间呢，做这个彼得保罗要塞是为了防范当时的瑞典袭击新首都哦。所以如果你到了欧洲，你打开地图一看哦，你会发现圣彼得堡非常接近北欧国家哦。那当时呢，这个堡垒呢从来没有实现它真正的军事目的哦。对头各位人，我那个看哦，进来都有很多以前呢留下来的教堂留下来的哈。这个要塞呢包含6个堡垒，1706年到1740年用石头重建的啊，然后从1720年左右，彼得保罗要塞就担任了这个市当时非常重要的驻军基地，以及呢当时呢被关押高层或政治犯的监狱哦。曾经这里有一阵子呢也变成监狱，在19世纪70年代重修成为主要的监狱哦。第一个逃离要塞的监狱者呢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叫做克鲁泡特金王子，在1876年的时候曾经被关押在这一个现在我们看到的教堂里面，他当时呢也是把它延伸出来变成什么变成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博物馆。现在以前不是那当时呢这个地方呢其实也关了非常多的犯人哦。那也经历过了俄国的革命但是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就是在它没有很大的破坏，所以呢，现在呢，我们进到了彼得保罗要塞的圣彼得教堂来的，大家看吧，圣彼得教堂里面它所呈现出来的艺术风格。
有看到吗？123.2公尺高的圣彼得堡市中心最高的建筑物，这个就是彼得保罗大教堂。最顶端其实还有一个拥金全金的天使，抱着十字像的雕像，这个就是彼得保罗要塞。他们站这个地方还要到这。我们现在看到的彼得保罗要塞呢，教堂里面安置的从彼得大帝到亚历山大三世的历代沙皇，不包含了彼得二世哦。其中呢，罗曼诺夫王朝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呢，一家及随行人员在1719年在凯撒林堡被暗杀后，4个多年才在1990年寻获当时的尼古拉二世的遗体。1998年，俄国总统叶尔钦命令隆重的将尼古拉二世一家遗体安葬于圣保罗大教堂。这也就是我们刚刚走进去的时候看到很多的棺木，有没有？对他们来讲你注意看其实教堂里面呢不是埋葬的王室，就是埋葬了他们的主教所以但是他们可能处理的方式吧所以我们一直以来会对于欧洲人士或是欧美人士他们自己家门口的这个可能就是他的住持死掉的葬里面，他们觉得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但是这也是欧洲的文化了通常主教什么他去世之后都会是呢直接葬在这个教堂里面的安葬区，有的葬在教堂的底下OK， 来，现在呢，我们继续走在圣彼得堡，你可以看得到很多他们以前的民俗艺术品然后他们把这些民俗艺术品呢发扬光大了起来然后呢，在很多的地方呢都有销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的套蛙这个在俄罗斯到处你都可以看得到。你不要小看这些套蛙跟彩蛋彩蛋绝对是东正教里面最值得买的一个东西俄罗斯娃娃不管是怎么样，其实做的蛮精致的。不要小看它大小落差很大，从路边摊的几百块代表到古老板各位套蛙都有。套蛙最简单的讲过好几遍了，再讲一次。套蛙是你对其中最小的蛙许个愿一层一层的把它套在最里面。这些蛙它为了呢要实现你的愿望，也安暖他会许完愿，他会帮你实现愿望，他破茧而出嘛。但当然不是真的破茧而出啦所以套蛙越多代表你许的愿望可以越大，有没有所以这个我稍写港的所在，所以来到俄罗斯会看到很多的套蛙很多人会把它一字排开来一般不会把它放在一起，因为把它全部叠在一起，那是你许愿的时候啦如果当你把它当作装饰艺术品的时候，当然了，你就必须把它全部都套在一起了。俄罗斯因为拥有最正统的东正教教堂，这个东正教教堂呢，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东正教的大主教也就在俄罗斯所以呢，你到俄罗斯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俄罗斯很多教堂的塔顶那一些造型东正教教堂的塔顶的造型就有如像电动玩具来的什么魔术方块。它取自于就是俄罗斯塔顶那种马赛克式的那种圆拱形的造型来设计出了这个魔术方块所以呢，这是非常不一样的这整个情况基督教主要分成了3个教派：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新派。在俄罗斯大部分可以看到的教堂都是东正教的，但实际的顶端你嘛会使看到东正教的是比较无同。
所以呢，强调在俄罗斯真的随便走，到处都是教堂，而且都是东正教的教堂。我们刚刚沿着涅瓦大街走，就可以看得到一座一座的教堂哦。那现在呢，又来到了另外一个我个人认为呢非常重要的地方。我个人呢也认为呢，它是非常值得来的一个地方，叫做耶稣喋血教堂。它其实在涅瓦河畔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算是东正教的教堂哦。但是因为它的建筑呢吸引了我哦，你看这里就是涅瓦河在沉船的地方，它的建筑真的深深的吸引了我。我一直很讶异它的这整个外观形式的建筑，还有它塔顶是犹如俄罗斯方块的那种圆顶啊，太棒了，太赞了。我们排了，进来。有没有喋血教堂的屋顶？绝美的喋血教堂 ，Thanksgiving 复活节的复活教堂哇，真的啊！从涅瓦大街、圣彼得堡主要的大街，经过一整排走过去以后，看到了圣彼得堡的喋血教堂，它的对面呢还有克山教堂哦，就在它的正对面呢。它整个呢连成一线呢，刚好这同样一条街哈。那从涅瓦大街哦一路走过来啊，我就说会忽然间出现在眼前的喋血教堂啊，就在河岔处不远了，又称为基督复活教堂、滴血教堂、圣彼得滴血教堂，很多复活大教堂，很多的名称关于给它。它是圣彼得为数不多的传统的东正教堂，它也是圣彼得堡的一个非常重要。你看它上面的屋顶做的那个圆顶有没有啊？刺刺的，这个都可以源自于最早时候罗马帝国分成的东西两边，从当时的罗马帝国东正教走到哪边，走到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君士坦丁大帝所延伸出来的东正教啊，看到滴血教堂也可以，你叫喋血教堂也可以，你叫复活教堂都可以，其实都是一样啊。它其实只有一个俄罗斯名，只是我们把它的翻译名称不太一样。它也是主要巴洛克新古典式的风格。从基督复活大教堂，也就是现在看到的喋血教堂来看呢，它真是一个精美的艺术品。不要进去，光在外面看呢，你就觉得震撼莫名了哦。那它对面呢，也就是非常有名的克山大教堂。那就嘛行到前面的克山大教堂了哟，行，就在对面而已。它是行过来呢，就很简单就可以走得到了啊。
蓝桥，蓝色的栏杆啊，这个就是蓝桥。圣彼得堡，俄罗斯最大的教堂，虽然被莫斯科的基督救世大教堂取代了位居于俄罗斯第2现在了但它的细节华丽很多这个地方呢，也是圣彼得堡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标。雄伟的圣以撒大教堂，你现在看它的高有101公尺建筑面积呢达11000平方公尺。当年为了打稳深达10公尺的地基动用了125000人，耗去了5年的光阴，就为了打造这个圣以撒大教堂。一面抽出地下水，一面利用24000根高达6.5公尺的木桩打入到地质松软的涅瓦河畔的千万这块土地，才可以巩固起这一座庞然大物的主体。建筑的本体是新古典主义融合的拜占庭教堂元素，呈现了希腊十字形的教堂这个教堂的主体呢，以这个中央的大穹顶为中心点，为了平衡侧推力，在穹顶四面对称方向都建筑了小的拱形造就了一个中央拱顶再加4个小圆顶的等倍十字。这个就是东正教教堂常用的集中式建筑设计，叫希腊十字。因为东正教教堂通常中间的顶是圆的，都怕它太重，所以都会在它的上下左右两边呢，再各做小的圆顶来去平衡它。而旁边呢，也就是非常有名的12党人广场它的名字应该叫做12月党人广场了。那也就在圣以撒大教堂边这个所在，而且呢，还可以象征看看这个12月党人广场，还可以象征那个前面那个雕刻的有没有那个雕像底下还踩了一个蛇哇，这很有纪念意义耶。而对面呢，也是退役的战舰就在对面。被称为世界艺术的圣彼得堡的一个骑士雕像这个世界艺术的杰作，震撼了大诗人普希金写下了不朽的青铜骑士，流传后世就在前面这个青铜骑士。而12月党人广场呢，其实是在纪念1825年的12月14号聚集起义的士兵。现在来到的又是另外一个也是很厉害的地方潜水艇的博物馆我们简称叫做潜舰博物馆其实在潜舰博物馆有非常多的地方不只是这边有俄罗斯的国土横跨了欧洲跟亚洲2个区块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土耳其的伊斯坦堡横跨欧洲横跨亚洲，但是呢，土耳其的伊斯坦堡横跨了欧亚2洲，它的伊斯坦堡是一个城市，它的城市横跨了欧亚2洲。但是今天的圣彼得堡，今天的俄罗斯，它是指这个国家有一半的土地在欧洲，一半的土地在亚洲指的是这个样子。而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在冷战期间呢，世界上最强大的2个国家，当时连中国都还没崛起的哈，最强大的2个国家呢，无外乎呢就是美国跟俄罗斯喽哦。那自从俄罗斯的解体之后呢，俄罗斯非常多的他们当时研发出来，或是他们当时拿来对付美国的东西呢，就一一的被摊在阳光下了。所以这个时候的俄罗斯，他们把他们的军用品摊在阳光下的时候呢，其实吸引了世界各地很多人的眼光来这边看哦。这些就是最早期的这个俄罗斯这个潜舰博物馆里面的一些海军的军事基地军事设备啊，在这里面呢可以看得到这个潜水艇它的海下运作的方式啊，然后呢还有他们装了什么样子的武器，然后呢是怎么样子会有这个潜舰博物馆哦，在这里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也听得非常的清楚哦。虽然我们并没有看到真正的潜水艇潜到海里面没有看到真正的潜水艇潜到海里面，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去体会一下潜水艇的魅力跟潜水艇的功用现在我们就你看这里也都还是图片，对家咱准备给那么潜水艇来的这一台已经是退役后的长期就停在了那个涅瓦河岸旁边供这个要来拍照的也好啦，或者是要走到潜水艇内部的人都好，可以让人一窥中年在海下生活的人的感觉是什么包含了这告诉你核弹是经由哪一个钮爆发的什么等等种种之类的你自己想想看人家说在太空中很可怕一失去了就飘不回来，其实在大海中也不遑是这样子嘛大海中其实也是有可怕的一面现在进来这里面呢，看看潜舰博物馆很难想象这几种准备被唱到这个海底来的真的是不简单但是当然现在呢，他们随着情况没有像以前美苏两个国家这样子冷战时间这么危险这么可怕，现在呢他们就把一些退役下来的一些像潜水艇飞机等等就把它展览了出来。我们来看看它展览的什么东西。
俄罗斯，我们简称呢，叫做俄联邦或俄罗斯哦。最早以前我们把它称为苏俄，它呢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哦，它横跨了欧洲亚洲两个最大的区块。我刚刚前面就有讲了，俄罗斯拥有超过170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17000万平方公里哦，这个数字呢，我感觉你听了你也感觉差一条了。像那台湾的面积才多大？2万多哎，它竟然就拥有170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8强啊！它也是世界上第9大人口国家，拥有呢1.47亿的人口哦。但是你干嘛讲这人家这？你别在那讲哦，1亿的人口啊，1亿的人口哦，你想想看哦，它在这么大的土地里面呢，就算有1亿的人口呢，感觉上都不会很拥塞啊，都不会很拥塞哦。那俄罗斯的国土覆盖了整个亚洲的北部跟东欧大部分呢，横跨了11个时区哦，11个时区，一般横跨2-3个时区就不得了了，它竟然横跨了11个时区，涵盖的范围呢非常大，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森林储备，还有约世界上1/4的淡水湖泊。俄罗斯有14个陆上的邻国哦，从西北方向逆时针的算起哦，包括北欧的芬兰、挪威、爱沙尼亚、波罗的海3小国包括白俄罗斯、乌克兰等等，还有中国跟蒙古哦。其中呢，这几个国家呢有的跟俄罗斯是交好的，有的是并没有跟俄罗斯交好的。但是今时今日的俄罗斯呢，其实他们已经呢很懂得观光了越来越懂得要开放人民进来观光如果你是在15年前到20年前呢来到俄罗斯，甚至有可能你在以前它还叫苏联的时代来到现在的俄罗斯，你都会觉得呢变化非常非常的大怎么跟你之前玩的感觉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